哎，你说如果找了个外国人，这夫妻之间到底怎么分零花钱？真的是 AA 制吗？是这样的，她最近吧老管我要钱，我问她干啥呢也不说，告诉我过一阵自然就知道了。那我不可能给呀，我没给。然后她实在没招了，跟我坦白了，说想植发，我要头发，让我这边也出点钱，就她主植，我扶植属于。我说植发这玩意儿挺贵的，你们外国人不都 AA 制吗？我给你植一边，她就抗议，她说。我现在不是以夫妻的关系和请求你，我是在以雇佣关系要挟你。我此刻不是你老公，我是你张彩良旗下的头部艺人。平时你发视频，评论区我挨个看挨个翻译，大家爱的是我。在你的视频里，我是顶流。我植发这2万块钱，你要非跟我 AA 制，一人一半，那你600多万粉丝你也给我一半，我自己单飞，我自己单飞。我一听，我感觉就莽撞之中又有一丝道理。我说行，咱俩可以去就面诊一下。这个面诊的意义呢，就首先是要鉴定你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发。结果我们一进屋，医生看了一眼他脑袋，直接免试了。我说医生这么快呢？那脑袋你看一眼你就看着病根了。医生说，我看着我牙上粘太久，粘太久。我一看他这情况，病的也确实很重，我寻思要不给他植了吧。结果呢，价格比预想的还贵。因为啥呢？人医生解释了，植发这个事儿吧，属于把一个地区的毛囊转移到另一个地区，就可以这么转。也可以这么转，所谓拆东墙补西墙嘛。但是他呢，就西边的确很需要墙，但是东边又很不要墙。就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没有给予的能力。那么呢，就还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从身上其他的部位，比如腿毛摘下来往脑袋上补。但是呢，问题又来了，大胖媳妇的腿毛是直的，鬓发是弯的，而且呢，不光是她，就人的腿毛都是不长的，就那么长，这样植出来呢就比较参差，有长有短，有直有卷。你说那我能给他植吗？最后得花我不少钱，植出来一个泰迪和八哥的串儿，那种感觉，那玩意儿谁要呢？我家已经2串了，我觉得不值，没给他做。这事儿呢就暂时过去了，谁也没提。结果最近呢，突然间就挑事儿，说我给翟奥达的零花钱太多了，孩子不懂得珍惜。他说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以后咱这家里都是就按劳获取，都以做家务赚钱。哎，谁也别白拿，每个活都有每个活的报价。洗衣服了、刷澡盆了这种水活10块钱，擦桌子了、扫地了这种汗活5块钱。媳妇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一听我觉得也有点道理，我说行。结果这一家，我的天，都是财迷呀，干活干飞了。大胖媳妇这一干活，就恨不得整个大中华华语区全都听见。而且现在在我家，这个接活、揽活、倒腾活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。大胖媳妇揽完活给翟奥达，翟奥达接完活在下方给拿铁。姑娘，你这么扫，到处都是灰，声还大呢。弟弟不喜欢噪音，用这个滴水大白洗涤机，母婴机的噪音特别小。中国的家长和你爸不一样，我们付出劳动讲究一个默默无闻，关键它零扬尘。像咱家有你还有你弟，就得用这种零扬尘，添置个大白，少吸点尘霾。但是晚上，刚才我女儿跟我说，妈，我这一晚上我刷了那么多碗，洗了那么多双袜子，虽然是新的，我爸都搁那摸鱼，我拼死拼活给你干的，完我就挣3块钱，就3块钱，3块钱够干啥的呀？我心寒不？我说不对，姑娘，谁给你的这个报价呀？他说我爸呀，他说你就给的这个报价，水活1块，汗活6毛吗？我说姑娘啊，你可长点心吧，咱俩还巴巴跟人算账呢，结果让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加菲给算计了。我是中介，我收服务费。你说外国人真像说的那样不讲究孝道，不懂得惦记老人吗？我觉得吧，以我自己的观察哈，欧洲一些国家，你比如说意大利，那家庭关系还是挺近乎的。但是英语语种的国家，起码就我看着的大多数哈，确实是淡。大多数的孙辈儿对爷爷奶奶倒是客气吧，但是根本说不上什么惦记或者牵挂。那你说他们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是天生的漠然，是血统的野蛮，还是人性经不起英伦美食的摧残？都不是，其实他们骨子里头也是渴望被爱的。你看我大胖媳妇自己亲奶奶中间名叫啥都忘了，那跟我爷我奶奶老铁了，因为她从来没被人像我爷我奶心疼她这么心疼过，一被疼找不着北了，也是个可怜人。我像爷爷奶奶。以前啊，就我奶身体比较好的时候，特别爱给我老公包馄饨，就是我老公这边喵喵吃，我奶那边啪啪盛。然后有一次我这大胖媳妇啊，自己造了4大碗馄饨，完告我奶奶我吃了你4个碗，给我奶乐的哈，一整就在楼下跟那帮老太太搁那吹。哎呀，这小孙姑娘就爱吃我这份馄饨，吃别的都不行，反正一吃我这馄饨，一整4个碗，那不给不行。从此哈，我老公每次在我奶家的小区出没，你就能听见楼下那帮老太太蛐咕咕，哎，4个碗来了，4个碗，哎，这4个碗这么胖呢，肚子上像顶4个盆。后来有一年假期，我们回铁岭，我奶呢就脊柱出了毛病，就是一动就淌一身汗，那假期基本就是瘫痪在床。那咱俩第一次回到铁岭，没吃着我奶做的饭，完我以为就这样了呢，没想到我奶给我叫到她床边，那她不起不来吗？她起不来，她枕头旁边，她自己准备个小纸壳，纸壳上面放的她吃的馒头啥的。就这样，她还告我，就这2个月吧，她自己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重，
但还没有这么重的时候，他就天天寻思，就这回小姐妹回来是不是吃不着这4个碗了。完他就能挺住的时候就起来包馄饨，就真得一天包一点。现在冰箱冷冻里头全都是馄饨。我奶告我上厨房去给我老公下，要保证小姐妹还能吃着奶奶的4个碗。哎，我这大胖媳妇哈，你平时看她贱乎乎的，哎呀，在感情流露方面小硬汉，从来不哭。就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她第一次抱住她的女儿，居然整一个你脐带挺硬啊，我差点没剪开，都没哭。但那天打开冰箱的冷冻哈，我真看着她的眼泪真是夺眶而出。完这2年呢，我爷爷开始有这么一点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状，我们都认为那这个病你也没办法。就我老公天天就磨着我爷，问他你年轻时候风流倜傥的时候你都喜欢干啥？完我爷告诉他，我当年也拉过2个月二胡，后来因为就文艺队就跳舞领队那女的老冲我飞眼儿，完这活让你奶给搅黄了。结果我老公当天给我爷买了个二胡，说要刺激他大脑，刺激他回忆。我一听这思路基本就是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边的可云疗法，就是拿往事刺激他，不要碰他，不要碰。我奶呢本来就失眠严重，这回可有戏了。但这事儿呢也有受益人，就他家隔壁有个老太太，脑血栓后遗症正在恢复期，就应该多出去挪动一下脚步。但这老太太呢就有点懒，不爱动弹。这回好了，我爷一拉二胡他就跑，给后遗症给拉没了。我估计就照这架势，明年能报名，这就是该舞。完上次我在伦敦的时候，不收着一个必胜给我的洗衣机吗？我大胖媳妇的稀罕嘛，就说要给爷爷奶奶整一个。其实我都不用多说这玩意儿有多酷炫多高效了，一边吸尘一边拖地，干的垃圾走高效吸尘路数，湿的垃圾走吸入加脱净的路数，一趟下来各种品种的垃圾灰尘都搞定。关键是拖完地的同时，人家也就完成了擦干，老人在家也不用担心拖完的地滑容易拽。你看给我爷我奶乐的，我爷一会儿又要拉二胡副歌一首了。关键是人家必胜干完活还能自己洗澡，你清洁液往里一倒，人给自己搓干净的。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这大胖媳妇给自己摊上点事儿。就我爸帮我爷我奶安完这晚上，人撂话了，说的那怎么的，就我这姑爷对我这老丈人是怎么的呀？就我就不配拥有他的问候吗？哎，我的大胖媳妇被疑似出轨了，上了我们家快乐大本营群聊的热搜，被怀疑的出轨对象是她。咋回事呢？我妈最近吧很想她的外孙女，所以老和我老公在早上孩子上学之前视频。我妈和我老公本身聊不了天，这个说城门楼子，那个说胯骨轴子，根本对不上。有一次他俩视频，我妈就问他啥时候回来呀？那之前我老公在上网查过，就是听说这个柬埔寨有中国疫苗，所以他就跟我妈说，实在不行我就去趟柬埔寨打疫苗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结果第2天我妈跟我说，你老公也不咋想你。我问他啥时候回来，他说想先去趟意大利买衣服，然后再说回来的。然后昨天我妈突然非常严肃的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成人失火了，你家大胖媳妇找了个大胖媳妇，有人了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伦敦的经济得是低迷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我老公那么抠，怎么还能找着个人呢？这女的是觉得叫外卖攒塑料碗是男人的新鲜感吗？这人图啥呢？然后我的第2反应是，我知道我大胖媳妇不奸，但是她是怎么做到的？她是怎么做到出个轨还能被隔着大西洋的丈母娘在视频里边，在连柬埔寨和意大利都听不明白的情况下，用远程动图给逮着的呢？我就问我妈咋回事，我妈说已经连续好几个早上了，视频的时候你老公背后飘过一个女的，那长得可比你好看多了，就穿个小背心小裤衩，那火给他大的，在你家那个厨房还煮上咖啡了，拧他那个破腰，我给他嘚瑟的。那咖啡那玩意儿用煮啊？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？一袋一袋的，以为我不明白咖啡呢，一看就不是啥好饼。我一听我就明白了，我说妈，那是露西亚，是我们好朋友马蒂亚的女朋友。我妈说啥呀，她也不放心。我说妈，你可以不放心友谊，但是你应该放心你女婿的审美呀。你刚才不说了吗？那露西亚比我好看多了吗？但是你知道，咱越觉得好看的，他越觉得不好看的。当年他第一次来，你忘了吗？在饭店当着大伙面非说我长得比刘亦菲好看，服务员听着差点气死死。他审美跟咱正好是反的，你忘了吗？我妈说啊，你说这事我想起来了，那露西亚是安全的，要把武大郎放你家那行出事儿。露西亚大美人，这么一个大美人就一个苦恼，就是老整大红包，每次长都搁这地方长。完我要录他还不长了。我跟他比就有一优点，我不长大红包，我长小白包，就是俗称粉刺。大包小包都可以试试自然堂这个无酸精华的刷酸面膜。我之前其实也不太懂，最近我才明白，它是用这个复合酸里边的果酸先软化老废角质，然后里边的水杨酸和二元酸帮你控油消痘，干不一样的事儿。
而且问题是吧，酸这个东西它太强了，容易给皮肤给整薄了，太敏感，而且不懂得刷酸的孩子容易一下整大发劲儿，整太多。但是酸太弱吧还没效果，白整。自然堂这个面膜酸性适中，这样呢就不会刺激皮肤导致爆皮爆痘，而且它是这样式的面膜，就是量都已经给你控制好了，省得你是一个粉刷匠的刷大发劲儿了。我这个人小心眼儿，我总希望长得好看的人都长大包，但是毕竟我跟他确实挺好的，我也可以考虑寄给他就好。我虽然挺放心我老公，但是我也在努力的给他找工作，找着工作就可以发签证了，有希望，希望他赶紧回来跟我们团聚，到时候告诉你们。